Puerto Rico. Esta bomba yo la dedico a toda mi gente de Puerto Rico, a la familia Fontanet allá en Cupe Alto y Lo Mejía en Vega Baja. ¡Que gocen! ¡Sí!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omba, bomba está presente, aquí lo canta mi gente.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aila, baila y goza, mi bomba puertorriqueña. B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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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siempre. Yo te traigo esta bomba puertorriqueña. Yo te la traigo de Cupey, de Vega Baja y de Santurce, de todas partes de Puerto Rico. Esta bomba yo la dedico a toda mi gente de Puerto Rico, a la familia Fontanet allá en Cupe Alto y Lo Mejía en Vega Baja. ¡Que gocen! ¡Sí!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是我找个126的行车记录器，它电源接错了，它永远供电。我钥匙拔掉以后，它还在亮，所以整个电池都没电了。好，这个地方要改善。 B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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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siempre.
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南坎来的 W126的300 SEL 的分油盘回装之后的引擎测试，应该讲说是故障检测。一般来讲，大哥都会在整修的过程会把影片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缸压测试，第二个就是分油盘的机台上面的故障检测，第三个呢就是分油盘回装到引擎上面之后呢，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之后，才做一个完美的引擎测试报告。但是今天比较特别今天是大哥还没有在引擎分油盘回装到引擎上面之后，还没有把所有问题处理好之前的故障检测。好，首先我们看到这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非常漂亮等一下我们大哥把引擎发动之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还没有整修之前的所有的故障点，大哥所发现的问题。第一个，在引擎还没有发动之前，首先我们发现到它这个分油盘它堵塞太严重了被油箱污染堵塞太严重了。在大哥机台上面1分钟全油门应该在170ml，它只有出在120ml，也就是说供油量严重不足。那车子会没力。那大哥已经把它整修好了，数据很漂亮误差在3%以内。马力刚刚大哥测试，结果马力是还没恢复不正常这个车主一上车之后，一发动引擎，一踩油门就会有感觉，会跟新车差不多了然后它这个引擎比较特别，就是这个引擎里程数只有8万多公里，结果呢，它这个缸压都在13几乎好多缸都在13，也就是说它积碳很严重。那8万多公里理论上不应该这样，但事实上大哥发现它积碳很严重，那就产生爆震。这个原车主可能剩9+95的，我不知道，应该是95吧。这个啪啪啪，这个气门敲击的声音很大这个已经反映出来，所以这部车一定要加98。大哥引擎室已经换新了它的引擎角已经换新了。那这部车它这个引擎有个优点，它声音非常细，也就是说它的磨损几乎没有什么磨损，声音很细，很顺很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缸压这缸压问题用98汽油就可以解决了。这引擎状况很棒，变速箱很棒，避震器 OK但是它就是方向机严重漏油，因为它换了方向机，我们看到上面很多的油渍。引擎一发动之后，那方向机油都从那管路里面漏出来了。所以他这部车子的车主他是原来是阿公的车子，那这年轻人他对这个老兵士他很有兴趣，那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也很难得。那他想要把车子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让他能够留下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回忆。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大饼片大饼片很特别这个是19寸的2353519这个大饼片也花了不少钱，而且很漂亮。好，等叫大哥来发动引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哥在还没有整修之前我所发现的问题。他这部车变速箱很棒因为里程数低有个优点，变速箱特别好。变速箱不是说我们120几万公里变速箱就会磨损clutch 磨损，可能跳档会不顺，或者跳档会撞击。里程数低就有这个优点，变速箱非常优。变速箱好的话，你今天老变速箱去维修以后，绝对没办法达到这个标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换挡很顺畅，都不会踢屁股。来，大哥来发动引擎，因为它是美规的开门它会叫。它内装很漂亮，这内装里程数我们先看一下，里程数8万多。
那内装几乎没有磨损哈。这个是豆干鱼，灰色豆干鱼最难照顾了，几乎没有磨损。内装是非常完整，非常漂亮，已经达到 A 级 class， 包含这门缝条，我们看到这门缝条，几乎都是很完美的。这车子比大哥的126还漂亮了。OK， 来，我们来发动引擎，或者它这个仪表会一直叫。大哥，这一点就着了。这大哥分摇盘，大哥已经调教好了。那这不是还没有处理的，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灯，这方向灯一打就断，保险丝就断了。这第一个，方向灯的问题还没有处理。第二个，它的天线，收音机天线，在上升跟下降的时候会嘎嘎嘎嘎，而且不能升到底。这一点大哥还没处理。再来，我们听到后排气管尾段破了，我们大叔就可以听到了，噗，这个排气管要处理。那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我们来看，你会听到叽叽的声音，为什么呢？汽油泵补出不到油。我们看到汽油泵补虽然旧的，但是压力够大的时候呢，然后吸不到汽油，因为油箱堵塞，就会听到吱吱的声音。这不是汽油泵补坏掉，这汽油泵补状况好，然后力量大，吸不到油，因为油箱堵塞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滤芯大哥也会换掉，蓄压器，等一下我们看到蓄压器它也不好了，这个都要换掉。那油箱最重要就是油箱已经堵塞了，那让汽油泵补吃不到油，所以吱吱叫，这是吸到空气。这个确定，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这不是汽油泵补不好了，这汽油泵补还不错，但是力量大，吸不到油，吸到空气，因为油箱里油流下的不够，堵塞了。再来，我们看这引擎声音非常的细，引擎声音很细。引擎状况是很好的，就是缸压要加98，缸压过高要加98。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我们现在讲冷气它的冷气管路还是老管路，还是 R12的，这还是 R12的冷媒。现在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冷气的部分，它冷媒不足，然后呢R12，我们看到这边它这边这边也有写这美规的有写 R12，R12的冷媒，它现在大哥就把冷气打开，我们就会看到它冷气的部分是冷媒量不足，冷气也不冷，冷媒量倒是缺一点大哥把冷气打开了。我把冷气打开了，然后你看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油表，油表现在如果以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还有20公升左右，但是它已经吸不到油了。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汽油泵补在叽叽叫，因为它吸到空气，代表目前油箱的油应该还够如果以这个表，如果这个表头这个油量浮筒是正确的话那20公升的油不应该，油箱里面有20公升的汽油不应该吸不到油会叽叽叫，代表油箱堵塞了。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反应。如果是在行进的时候呢，我们就听着哒哒哒哒，就是爆声。98汽油记得一定要加98。OK， 再来。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冷媒，那冷媒第二部分只有10公斤不到就10 psi 不到，然后代表它冷媒不足了，冷媒不足，我们从这个，我们看，哇，这个更低了。这10 psi 不到，代表它冷媒不足。它冷媒不足要加 R12的话，
实际上外面很难找得到 R12，因为它是不环保的冷媒，已经限制进口了。那大哥的建议就是说，管路清洗，管路清洗，然后全部改成 R134。之后，我们如果说有弄冷媒要补冷媒，可能一次补一次几百块钱，那这个都很方便。那把 R134的冷媒把它全部都R12换成 R134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这部车我们希望再开20年，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到时候 R12冷媒就造成要补冷媒就很困难所以大哥建议冷媒管路清洗之后，把它换成 R134，因为 R12跟 R134是不相容的这是关于冷气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油箱要油箱堵塞一定要处理汽油滤芯换掉。那再来大哥我们刚刚讲到了它这个漏油，我看现在应该会漏油了那个机油不是机油，那个方向机的油。那因为整个引擎大哥都已经清洗过了，看起来很漂亮，很干净。那这车主他的方向机也去换过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换方向机方向主机。大哥感觉虚位还是稍微大一点，那方向盘是有偏左这个部分可能车主还要再回头去找帮他处理方向主机的那个厂商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